對於解放軍來講，已經不是證明能不能，而是他做不做。到底誰在坑害大陸和台灣的問題？真正了解戰爭的人才不會想打仗。如果所有台灣老百姓都知道這個解放軍已經做到哪一步了，那賴清德能不能選得上來？過去共軍是沒有能力渡海呀。和平必須靠實力。好啊，那你給我實力啊！共軍演了老半天，你實力在哪裡？1.5兆沒到貨，你還要買什麼？沒出息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就是軍演的部分，它有一個包含呢這個12月30號8點到18點的預定的設局區，好，那還有分成2塊。這個預定設局區裡面呢，那當時我們做了一個疊圖分析，紅色的部分呢是這個中央社根據國軍的通報所繪製的，黃色的部分呢是智庫根據這個解放軍的軍報所繪製的。那昨天我們就分析了說，其實他就是在一個粉飾太平的狀況嘛。好，你去看我們偉大的賴桑的臉書啊，就軍演已經宣布的時候，他忙着在幹嘛呢？他在 po 文，他在跟鄭弘儀的訪談的部分，他還忙着 po 文，而且還宣傳哦，54台首播12月28號星期天晚上8點，48台重播1月4號下午4點，話題時代 YT 人物12月28號星期天晚上8點，所以他就在重述說他在國軍軍備局第209場接受鄭弘儀大哥的訪問。好，但這裡有一個很好笑的事情啊，這是12月28號下午5點的時候，這個時候已經知道要軍演了。你看鄭弘儀大哥持續累積防衛能力，不斷提高侵略所需付出的代價，只要對方無法達到侵台標準，台灣就能維持安全。你最關鍵那句話怎麼不講了？怎麼不做圖卡了？過去共軍是沒有能力渡海呀。蔡英文構圖想裝逼，台灣國防才會有機會成為下一個護國神呢。你1.25兆4000億在台灣8500億要去美國買，現在也欠了7000億沒到貨，你加8500億加起來是1.5兆啊！你再買1.5兆沒到貨，你還要買什麼？怎麼買？買什麼買？沒出息呀！和平必須靠實力。好啊，那你給我實力啊！然後共軍那邊演了老半天，你實力在哪裡？來啊！呼叫中國海警兩動室。這裡是中華民國海巡署連江艦廣播，你的行動已影響我國海域秩序及安全，立即轉向，盡速離開我方水域，否則我船將依法採取必要行動。中國海警兩動室立即看好向槍位。哦，好勇哦！呼叫中國海警13棟6，呼叫中國海警13棟6，這裡是中華民國海巡署桃園艦廣播。我方已多次對你警告，你未經許可進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動已影響我國海域秩序及安全，請立即轉向，盡速離開我方水域，否則我船將依法採取必要行動。台海和平攸關全球經濟穩定及科技產業的命脈，一旦發生衝突，將會受到世界的制裁。海上穩定才能確保你們國家發展。台海和平審慎行動。你是在區裡還是在給人家上國際地緣政治課啊？對嘞，這就是賴清德。他說他很硬，他好硬哦，我好怕哦，立即的啦。不是我說哦，國防部證實他國軍機在台海周圍活動，是不是有其他國家的軍機在我們台海周邊活動？當然有。我們還是要借這個機會來說明一下，我們台海周圍只要是在國際航道上面，的確有很多其他的這個飛機的活動。當然，至於是哪一個國家，還有他來做什麼，我想，很抱歉，這個部分呢，我們還是要請各位媒體朋友見諒，我們沒辦法在這邊跟各位多做說明。你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你自己宣稱的嘛？結果《自由時報》3立這個綠媒啊，洋洋得意啊，不甩中共圍台軍演，國防部。他國軍機在台海這邊活動，你看，不是只有你中國可以在這邊活動哦。我說實在啊，那個情報次長謝日升將軍啊，我勸你早點退伍好了。為了要幫賴清德洗地做到這種程度，你看來，這個是最上面的青鳥。
原圖在東部戰區微博找到，明明都是拍淡江大橋。王浩他就說這個位置是某飯店的監視器啦，哈哈哈，這在象山吶，哈哈哈。然後這個是脆上面的一個網友，他說原圖在東部戰區微博都找得到，明明拍到淡江大橋，還在飯店監視器象山，台灣內部到底是誰一直在亂啊？一清二楚，這是太可笑了，這就青鳥啊！他們的想法就是這樣，簡直覺得匪夷所思啊！這些傻鳥，真他叉的傻。就可以一直在傻到這種程度，最主要是他們的這個媒體是帶頭在作亂。原始大小這一張超過 4K， 非常新鮮，都拍到淡江大橋了。他們現在怎麼解釋你知道嗎？他說觀音山有600公尺，101只有500公尺，怎麼可能觀音山比101低？所以一定是 AI。这第一種，把它放很大，好，就像剛剛王慧这種，絕对是監視器。好，這第二種。第三種，遠遠的偷拍，它距離很遠吶。哦，這是後面用算圖算出來的，反正就是不承認被人家侵門踏戶。到了現場，2隻錘子啊，北邊錘台獨，南邊就是錘的青鳥哦。但是具體是誰看不出來了。然後呢，寫了一個楓港斷線哦，楓港斷線主要是講高雄港。其實這一次的風控要域哦，叫做要港要域風控，也就是說把港對不對？基隆港、台北港跟高雄港，但是它2個錘，它所象徵意義是說，第一個我對你的要港要域，就是港口跟重要的區域，其實就是通道，不管是空域或者是海域通道，進行所謂的這個控制。也就是說，不是針對台灣所有的人，而是針對台獨，並且你台獨你沒有任何的去處。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李希海軍大校表示，12點30分9點，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陸軍部隊組織對台海北部相關海域實施遠程火力實彈射擊，取得了預期效果。我跟大家說，你不要以為人家只是講講，馬上來了，實體就發布了。來，我們來看一下。夜間啟動哦。夜間啟動，也就是臨天亮之前啟動，天亮到預定位置。3、2、1，放！首先呢，是天未亮的時候就已經整體的來做啟動，並且呢，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是什麼？那個是無人機，所以呢，它是在昨天的基礎上，昨天是練習我做實兵實彈實兵操演，但我沒有做實彈射擊。科目是早就都定好了，平常也都演練完了。因為最近其實我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一個演練，重點在於說你昨天你賴嗓你的反應是什麼？如果你賴嗓的反應是你有所收斂，那也就算了。昨天不是啊，賴嗓的反應是繼續 po 文，繼續強調他跟鄭弘儀的那一場專訪。專訪裡面就講到，解放軍之所以沒辦法攻台，是因為他沒有渡海的能力嘛。繼續講這個論調嘛，直到拖到今天才在發布說，哎呦，我們不會升高局勢啊。可是同一時間呢，同一時間你派海巡署的艦艇繼續演戲。關鍵是什麼？你的反應決定了你的生死。放那個海報出來就是在嗆你啊，因為你的表現不及格。你要嗆蝦，人家第一天只是出來給你看一下，結果呢，你繼續強調你的專訪，你繼續放海巡署出來在那邊並變給講一些543的好樣的。那接下來講就是直接來的火力實彈射擊，所以才有後面。而且我一定要展現，我一過點馬上啟動。當然這個青鳥就咕咕咕咕說的好慢哦。我都演戲 AI 啦，你凊彩啦，你來你繼續講啦，繼續吹笑啊，吹笑啊，我都解決問題，你就解決嘛。嘴巴很秋，你可以解決問題，那你就繼續秋嘛。都是秋沒有用，你跑到人家門口拉炮死，那一邊來說，哎呀，這個小俗辣，他絕對不敢打我怎麼樣。今天人家直接跑過來，拿着大棒棒要捅你，那你說哎呦沒有啦，沒事啦，哎呦我絕對沒有要升高情勢的意思啦，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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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自然被捅啊，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要嗆蝦要嗆賭，那你自己就要承擔那個巨大的代價，這就很現實的問題啊。解放軍的反應就是非常直接的。那我加一個就是火力實彈射擊，而且
我告訴你，我是可以隨時想啟動就啟動。這個畫面的意思是，而且我的啟動是有無人偵察機快速的機動到什麼？它機動到射擊現場，這個是遠箱，這個是報指揮，但是你看全部都是數據化的，你看是鍵盤，所以這個叫做數據傳輸鏈。其實在昨天公布的訊息裡面就有了。發射，它只是在協調各單位要同步發射，然後你再來你看哦，不是射一顆哦，是射得一乾二淨哦，我根本不會對你容情，這就是前面那張海報的意思嘛。而且我為了證明我是多發密集射擊的強度很高，所以我把我射出去的過程所留下的白色直接從畫面展現給你看，讓整個屏幕都是白的。1、2、3、4、5、6、7，每一個畫面人家都是剪得很精細的。再來，這裡是整個畫面最關鍵的地方，我不但能射，而且呢，我還能中，而且還準。1、2、3、4、5、6、7、8、9、10、11、12、13、14，這是部分的。然後重點你自己看那下面的彈着點，非常密集的方陣來了。這不是火箭軍啊，這個是陸軍的遠程箱型火箭彈啊，這是火箭彈，你知道嗎？早期火箭彈像卡秋莎一樣。它是把它當火炮在使用的，所以火箭彈在陸軍裡面的規範歸類，它事實上炮兵，這是講白了，這個就是說今天賴桑那一群瞎包啊，他繼續講，你看他在那個鄭弘儀的專訪裡面講他到底是什麼話？他說：“哎呦，我看到日本增加軍費了，韓國增加軍費，我不是算了一個賬嗎？從東北亞算到東南亞，他們所謂的民主夥伴有幾個？哦，在美西方定義你不民主的國家，俄國、朝鮮就北韓、中國、越南、寮國，大陸叫老撾、柬埔寨、新加坡、文萊。哎，這個範圍誰畫的？賴桑那 1.25 兆軍購 PPT 裡面所畫的範圍內的國家。那其他呢？他們所謂的民主同盟。”日本、韓國，然後台灣也算上去好了，然後再來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澳洲、巴布亞紐幾內亞、東帝汶，還有所羅門群島。問題是這些民主所謂的民主同盟有什麼戰力？我講的是從東亞、東北亞一路延伸到澳洲，那紐西蘭太遠就不算。這裡面它一堆湊數的，那比人口、比經濟實力、比軍事實力，那能比嗎？他那個列舉，那人家就是直接給你用實力回擊，這就是震撼彈。這就是懟着你的臉去打，你再繼續嘴秋啊，就是很可笑，實彈現場給你看。而且說什麼叫波點斷線封港，對台灣北部海域，這個是對台灣東部海域，你看哦，它每一個都很精準的哦。12月30號，解放軍東部戰區與台灣東部海域組織兩機攻擊艦編隊、護衛艦、無人機等兵力，展開立體投送、精兵破襲、控港、奪港、要港等科目演練，檢驗了編隊協同體系精要打擊能力。它是一個立體作戰的一個部分，對台灣南部協同海軍、空軍、火箭軍等實施了遠程聯合火力突襲，組織實彈射擊並取得的效果。因為青鳥每次都不相信嘛，開火全部命中。今年這個我們看了聯合利劍，然後包括看到昨天的這個正義使命2025，那這是2025年年末最後一次。那我覺得最大區別，第一個就是說演習的距離更近了，最近的迫近到4.78海里，然後突破了12海里的標準線，過去的所謂的默契線啊，台灣這邊可能一直在，但是大陸這邊一直是不承認這個12海里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就是我們這次最重點的就是看住了幾個港口，這幾個港口應該說是台灣的對外对內的生命線，高雄港、基隆港，然後這個在這個台東啊這邊我看都有這個布控。那麼這個重點是去監控美國和日本的聯軍的。那麼在30號的時候，我們就看其實是應該大陸是29號晚上的時候就有講到，由福建海警這個依法對台灣海域進行一個全面管控。在今天其實大陸也有發了海報啊，也是直接指明了說我們以後將會對美國對台灣的這個一系列的軍售進行查扣啊。這個我相信也是給這個民進黨這些人敲一個警鐘。因為這次的這個美國對台灣的這個軍售呢，基本上都是以進攻型武器為主啊。如果說這些東西真的說到了民進党當局的手裡的話，我覺得對兩岸老百姓未來的和平肯定都是不好。因為這些級別的武器呢，雖然說不能造成对統一造成事實上的撼動，但是歸根結底會導致兩岸老百姓的這個和平，包括說未來對於雙方歷史的和解這樣的一個成本急劇的增加，有可能會出現一些個比較惡性的傷亡
啊，這是我們從大陸的角度能看出來的風險。那麼這個風險其實非常大的，對於我們來說，那所以說未來我認為對美國的這個對台軍售的這個問題，大陸應該是要從此之後，從2026年開始要開始全面的管控美國对台的軍售，也就是台灣再也拿不到像樣的從美國到台灣的軍事武器，即便是民進黨當局把錢送到美國人手裡，美國人實際上也不會答應，因為這批貨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它生產出來，它至少也要等到2030年以後才能夠真正好像說完全交付吧。其實我覺得對於解放軍來講，已經不是證明能不能，而是他是在證明他要做不做。那為什麼大家想2025年為什麼前面完全沒有任何的動作？虽然我必須說哦，聯合戰備警局是隨時都在幹哦，他已經把它常態化了。關鍵就是2025年我們上半年鬧最大，也是為什麼當時歷史哥在24年12月從上海回來之後10個月沒去到大陸，我到了8月31號才又啟程去了大陸嘛。最大原因就是我們在搞大罷免，所以大罷免的情況之下確實很敏感，可是大罷免驗證了一件事情，打抗中保台這張牌是沒用的。那把這個情緒往前推進的時候，出現了幾個標誌性的事件嘛。抗中保台是從2014年到2025年整整11年啊，首次民進黨在操作這種兩岸對立的情緒的大失敗。中間這個地方選舉我們就不說了，因為地方選舉它有很多的其他因素，還有地方派系啊各種因素。但是我所謂的台灣的中央層級的選舉，就是我們講的選最高領導人，這11年來第一次的失敗。失敗之後，緊接着而來是民進黨的內鬥嘛，再接着而來的是整個社會氛圍的改變，包含館長的登陸，包含鄭麗文的獲勝，然後呢再往前推。當然我們也去嘛，去的時候也有很多的新的一些交流跟新的火花出現。第二個很直白的針對現在大陸的任何反應，老百姓怪的是你民進黨。賴桑把通緝沈伯洋的鍋踢給韓國瑜，結果失敗嘛，韓國瑜還反雙回去。然後呢，八炯跟閩南郎甚至沒人要理他們，說這個大家說我們都是沈伯洋，就沒有說我是八炯，我們都是八炯，我們都是閩南郎，直接被放生啊。而且過去這種情形，如果在2021年的時候大家試看看，一定很多人怪韓國瑜為什麼沒有保護台灣人，或者是更早之前周子瑜事件的時候，可是這個氛圍完全不一樣。而這次軍演更是極端的測試，在軍演的當下，鄭麗文是只批判賴清德，沒有批判共軍的軍演，唯有進行所謂的言語譴責比較大的台灣的非綠的政治人物是蔣萬安，但蔣萬安批評力道也不是很強，所以他這裡面有一些很大的不一樣，就是說大家已經知道冤有頭債有主嘛，你台獨要作死，沒人可以管你嘛。那所以大家其實我覺得就是在這段期間做個測試。好，所以就回到我們剛才講解放軍的問題，解放軍已經可以很明確的去搭配我在政治氛圍上的一些圍控，就是要讓台灣所有的老百姓要知道現在的問題，就是到底誰在坑害台灣，在坑害大陸和台灣的問題。如果所有台灣老百姓都知道這個解放軍已經做到哪一步了，我相信如果在這之前就已經很了解的話，就哪怕24年就知道的話，那賴清德能不能選得上來呢？我們總講就是不論是民眾黨還是國民黨都在講說啊，這個賴清德當局把台灣推向了兵凶戰危，可是國民黨和民眾黨也沒有講解放軍到哪步了。那為什麼到這步啊？我相信如果這牌利用的好的話，對於民眾党和國民党來說，也是一個民進黨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選戰的一個武器。就是民進党上台這幾年，解放軍在對台的軍演的力度上有多少增強，增強到什麼地步，為什麼會這樣？然後對比一下馬英九時期的台灣，這多好呢？我覺得所有的台灣老百姓我認識的，那大家都不想打仗，這是一個所有幾乎2350萬人都有一個共识。那大陸總體整個中國14億人的共识是不想打仗，我可以這麼說，其實都不想打。真正了解戰爭的人才不會想打仗。可是現在大家都對戰爭不清楚，沒概念，所以沈伯洋搞這個黑熊，有年輕人，我覺得很衝動很愚蠢，這些極端的青鳥去加入從青鳥進化成黑熊，他們真的了解戰爭嗎？戰爭不是說在街邊這個像小混混一樣這個拿棒子來回敲，不是這樣的一個邏輯，它也不是簡單黑社會。現代戰爭是你見不到人的，對，你在見到敵人之前，你已經被毀滅了，而且是瞬間的毀滅。那可是他們都不了解。台灣的在野勢力為什麼不針對解放軍的實力的提升來進行一個更實際上的討論？我覺得這裡有一個上限啊。那如果解放軍都強成這樣，那幹嘛選舉呢？投降算了，那這個違反了他們的總體利益吧？既然都要投降，那台灣選啥？在野黨存在也沒有必要性啊。我覺得這裡有一個核心利益的差距，所以在這個觀點上就會有出現像蔡正元學長這一種的說法，要統一就不會有和平，要和平就不會有統一，所以只能武統的這種說法，就是台灣人追求和平的堅定決心，講難聽一點就是怕死。那怕死的想法
台灣人是比其他人都更明顯。台灣人怕死慣了，台灣不怕死的人，要麼離開台灣了，要麼被殺死。至少減少兩岸衝突的烈度啊！不要說都不打嘛，都不打不知道。所以我覺得這是相當有意思的一個過程啊。那我自己是有這樣的使命感在做這件事情，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到了大陸之後就認識了很多人嘛，包括很幸運認識到毒夫嘛，就是從一開始他有點哀，我不知道怎麼跟他交流，到現在可以跟他聊上個幾句的題還是挺好的，就是大家慢慢交流，慢慢的理解，慢慢的一個過程當中，其實吸收到很多不一樣的想法跟概念，這也讓我又成長了更多，就是包含怎麼去理解大陸的同胞的想法，怎麼去理解大陸的粉絲的想法。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又帶了更多的事情，然後又可以反哺到我在台灣的一個推進，我覺得在社會認知這個領域方面的一個工作，我覺得它就形成了一個很好的一個正向的循環吧。